办的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我的感觉，这个人就在现场，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。100，这么近，这也太…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。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，啊，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，等到这个时机成熟，引爆炸药。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。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。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、技术组、综合组、新闻组、行动组，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，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。啊，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，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。汇报情况。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，大家记住他啊，记住他电话号码，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。秦总，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？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，我的意见是搭帐篷，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，不要跑来跑去的，这样会很方便。从明天开始，各部门归位。归口管理，2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，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。秦总，那边有发现。秦总，刚发现这个窝棚。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。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。这应该是放哨了吧？视野这么开阔，应该是。这个炭火是湿的，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，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，里面还有2枚脚印，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。你把这个人找过来。好，把现场保护一下。好嘞。
房上的人就是阿金，就住在下面。出事后这2天就没见过他。就这家，这家啊，上去。龙队有发现！天哪，炸药、雷管都有了。国初，你看吧，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，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，肯定是这小子干的。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，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。还有剪刀。作案工具都在这儿，收集。秦总，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，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。哎，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、氨根离子。秦总，杨队，这里有个情况，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，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，而且是拔电池关机。第二个，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，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，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。哎，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？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，他熟悉作案现场，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。这个阿金，他跑不掉了。哎，先别这么早下结论，他确实有重大嫌疑，把人找来，赶紧把人找来。嗯，好，好，走吧。部队，有人举报，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刚碗牛肉粉。知道了。加点上加点肉嘛。哟，你发财了呀！再来点。好。吃的那么急，每次来都占便宜。阿金是吧？跟我们走一趟。跟我们走一趟，靠上。你不要抓我！你不要抓我！我抓你！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？我知道。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？带走！快点啊！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。案发前那个晚上，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？没有，没看见什么人。没看见？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几点来的？几点走的？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，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，我就回去了。那么冷的晚上，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？点个火盆，搭个棚子。有时候实在太冷了，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，我就睡那个赌台上。赌台上睡觉？啊？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
你老实点啊，你给我讲清楚。我说实话，我叫他说。爆炸的头一天晚上，我没有在山上。你怎么又不在了？我跟你说，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，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扛不住，半夜我就回家了。你刚才怎么不讲呢？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说了，我回家了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说了，我回家了嘛。我讲的都是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一个大男人，把事情讲清楚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，你给我老实一点。你说这个事情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真的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干的，领导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冤枉，我真的是冤枉，我真的是冤枉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冷静一下啊！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回答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？我举报了，公安就来查，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，我不放哨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，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。你头天晚上关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山上实在太冷了，我没有地方躲，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，但是四处漏风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跑回家了。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是吧？不是你干的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？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，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，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。拔电池，你把手机电池拔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，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，要不是大了就是关机。炸药，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？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用完留下来的。你说什么？炸鱼的？给我老实点！到底哪来的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真的是炸鱼的。给我讲实话！我说的哪来的？实话都是实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领导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领导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秦总，您怎么看？不像，嫌疑点在下降。是，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，而且，但是他身上疑点又太多。那先观察2天。阿金呐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你看着挺可怜，也挺可恨。你定也定不了他，你否也否不了他，不好办。眼看着咱们来2天了，这种大案子，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。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，现场没有任何条件。我们要以物找人。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，是什么东西爆炸的，什么东西引爆的，要找这些。秦总，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，这是蓄电池外壳，这有铅网、电路板，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，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。这电路板，
你看，这蓄电池是电源、电雷管、炸药，再加上一个遥控器、一个接收器，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。是，你去通知各总，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，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。怎么摸呀？范围怎么定？画片分组，啊，这个分头，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，还有汽车修理厂，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，就把这些东西先找，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，啊，行，好。哎啊，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？啊，州里来人了，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，什么受伤的、没受伤、死的全都找了，正采集那个 DNA 呢，正做呢。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，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，能不能做出人来。蓄电池的外形特征、行间距、特殊的花纹符号，都把它们记录下来。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，最后再往上拼，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？这个嘛，多了，不下几十个牌子。那这样吧，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，剩下的你说，我记一下。太阳花、向阳花、立帆，还有那个磁能。磁能磁能。老板，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？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。接收器的啊？哪个牌子的？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，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？那这样吧，我给你钱，你拆开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你们拆开，那我买给哪个呀？这样子，你便宜点，我全要了。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，我全买回来了。哎呦，可以啊，龙队。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。好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得要堆多久啊？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？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，干就是了，怕什么嘛？我跟你说，秦总讲喽，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，在哪儿卖的，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！快点。哎，小畅，曹阳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曹工，哎，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还行吧，快弄完了。2天2夜没合眼了，130多个人，州局、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，在帮着弄呢。哎，你还过不过来？郭处说让我等通知，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，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。那你就等通知吧，估计是不用来了。哎，好了，我去看检验结果了，我等会跟你说啊。一定要仔细，千万别出错。知道了，有好几道审核呢。曹工，报告出来了。哦，都出来了。好，那大家都分桶核对一下吧。好。佳琪，我刚到技术中心。哎，郭处，怎么样？出来了吗？数据出来了，大家都在核对呢。曹阳说数据刚出来，开始核对了。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。晚上指挥部开会，应该来得及。好。
秦总，秦总，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。购买记录呢？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？秦总啊，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，1年能卖出上万台，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，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。那个电路板呢？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？顾队长人去看了，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。遥控器什么牌子？这个不确定，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。线索又断了，没办法，接着挖，接着刨，一寸一寸的筛。既然能找到蓄电池、电路板，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。要大家再坚持坚持。秦总，白天我给购收长打电话了，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。有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，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，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。真是。是多出来的，应该是外来物。哎，郭处那边怎么样？出来了。啊？数据显示，有个女性分型明显，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。啊。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，死者的、受伤的，所有人都做了之后，发现均不一致，是多出来的。能确定吗？确定了是吗？能确定。行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。做出来了是吧？好，赶紧下山。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，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。好。秦总，这是 DNA 检测报告，出来了是吧？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，保险起见，他还在继续核对，应该不会有问题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有突破了。陆书记，多了一个 DNA 分型。来，坐。那个现在呢，案件有了新发现啊。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，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，分型明显，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，所以现在呢，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，查 DNA。秦总，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，咱要不要再等等？时间不等人，既然有了线索，就应该马上查，赶紧安排下去，通知下去。好。组长，睡了吗？还没，怎么了？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，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。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，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？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，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，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。很多人的样本？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？这是现场发现的。爆炸装置残片，根据对现场的还原，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。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，这就是标准样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，比对以后呢，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。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，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，然后又离开了现场，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，对不对？那这就叫外来物，对吧？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。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。对啊，现在就在核对呢，2组人在对啊。
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。一般来说，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。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，有的时候你摸了1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，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，同时检出这么多，那实在是太奇怪了。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，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，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，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。那问题出在哪儿？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，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。这几百份检材，重新核对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，万一结果错了，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，这样事儿就大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严重吗？秦总一旦下令排查，这一动就是几百人，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，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。大姐，哎，顾队，顾队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你讲。顾队，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，平时也不管孩子，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再回忆一下，现场女的多不多？哪个坐在你边上？现场女的不多，就10来个吧，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。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、鸡脚、腊肉什么的。那你是跟谁上去的？我和我哥哥、嫂子。我家嫂子已经死了，我哥哥也死了。你先不要激动。来，你看一下这张照片。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，把位置都标出来了。你跟我讲，你在哪里？你哥哥嫂子在哪里？我们离桌子比较近，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。然后呢？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，我家嫂子在我前面，在我哥哥身后，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。身子还在，不要再问我了，我们已经很惨了。哎，曹阳，我正准备过去。郭处，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，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，我们还在核对。严重不严重？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哎呀，果然是对错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，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，4个女的放在一块儿，11个男的放在一块儿，对了一遍又一遍。结果循环对的时候，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，被漏了，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，就把它报了出去。郭处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问题。你行不行？啊？你们行不行啊？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？你们闯大祸了，知不知道？秦总，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。秦总出大事了！我们把数据搞错了。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，准备数据过程当中，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，她就多出来了。她是现在已经阐明身份的人。这事责任在我，全是我们的错，是我把关不严，我承担责任。跟郭处没有关系，
是我的疏忽，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。你承担？你承担得了吗？这个责任，好几百人在现场，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，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人的心血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，还是以物找人。哎，我排查停吧。啊，待命，等通知。苏珊，哎，雷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？你怎么没去新疆啊？本来是让我去的，但我没赶上飞机，就说第2天再去。后来郭处那边说，州里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，再加上市里的，一共30多个，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。也就是说，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2个人，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1个人。应该是。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，咱们出去必须得2个人一组，一个干活，一个复核。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？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？刘主任，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，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？什么想办法？怎么解决？我去啊，我和苏畅去啊。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，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。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。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，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。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，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。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，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。这样吧，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到这去看一下，这事太严重了。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。行。是遇到一点困难，检验出了一些问题，现在正在查找原因。是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特听。秦总，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，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。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2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。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，你要不要过去听听？走。沈老师啊，哟，秦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，太客气了。这件事呢，你也别着急。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，都替你捏一把汗。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、最没有规律的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，不计后果呀！嗨，你还开解我？不是开解，秦总，本来就是实情。哦，秦总，对了，你看，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，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？ 应该是爆炸以后，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，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，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，扩散在空气中，形成一个血雾，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。这一般呢，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，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，做不出来。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，所以啊，它分歧明显。您这么说，就解释了这个错误，但是
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。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。没关系，这条走不通，走下一条。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，继续找，一步步往前走。起爆器找不着，找遥控器。秦总，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。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？是，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，他得随身携带吧？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。就算1/1000的可能找到了，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。渺茫就是说，还是有希望，对吧？你不找的话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反正我的经验就是，案子没破，动作就不能停。找，上山。顾处，你没事吧？你休息一下，去吃点东西去。这里交给我。该休息的是你，这都1天1夜了，回去睡觉。我没事，我不累。你慢慢的，当心点。同志们，喝点姜汤暖和暖和。先停一会儿，喝点姜汤暖和暖和。大家休息一下，喝姜汤了。手头活都放下了，喝姜汤了，歇会儿吧。来，过来喝姜汤了。来这边这边。够不够？够了够了。喝姜汤。走，哎呀，起来，装什么装？起来，快点，走，快点走。跑，你跑得掉？犯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。你这个是罪上加罪，死有余辜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犯的是死罪，我不是人，我是鬼迷心窍了。我疯狂的跑了，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，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。那么多条人命，我担不起呀！是我犯了天条，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。这个是灾呀，这个是祸。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，是祸，是祸，都是我们造的孽。但是那炸药，真的不是我埋的，不是我，我只是抽成赚点钱。不是你是谁啊？啊？是不是阿金？什么？
阿金，他还活着呢，他。秦总，审了吗？审过了。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，他害怕，案子不是他做的。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？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？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，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。他说最大的可能，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，眼红，想抢劫。那秦总，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，就是抢劫，咱把方向往真匪方面靠吧。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。那问他阿金的事。问了，一问他就破口大骂，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，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。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？我觉得不能排除。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、这种情况来看，我觉得不像是阿金。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，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。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，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。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，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。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，买回电缆管剪断做成火雷管，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。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？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，阿金40多岁，一个老光棍，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，有点瞧不起他，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。好了。不犹豫了，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，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，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，现在必须要换思路。